我开始信任节奏，事情自然展开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顺利之后才说得出口，而是在我还站在过程里，还没有看到完整答案的时候，慢慢学会相信的。以前的我其实很难信任节奏，只要事情慢一点，我就开始怀疑，只要没有及时回应，心里就自动补上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。我以为自己是在负责，其实是在恐慌。恐慌如果不快一点，就会错过；如果不盯紧一点，人生就会偏离。于是我不断催促，催事情，也催自己。可越催，内在越乱，越想快点展开，事情反而越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对前进失去热情，而是对那种一直与时间对抗的状态感到耗尽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没有再追问为什么还没好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当下，试着感觉此刻是不是已经够了。就在那样的停留里，我开始听见节奏，不是外界的，而是属于我的。那个节奏不吵不急，却很清楚。它告诉我，有些事情现在不动，不是因为不会动，而是因为还在准备。我才明白，节奏不是拖延，而是一种智慧。当我不再用焦虑替时间下指令，内在的拉扯慢慢消失。而就在拉扯消失的时候，事情开始展开了。不是轰然打开，而是一条一条自然接上。该出现的人出现，该明朗的方向明朗，该结束的阶段也不再需要我苦撑。我开始行动，不是因为害怕落后，而是因为感觉对了。那样的行动不急，却很准。我终于懂了，真正的展开从来不是被推开的，它需要空间，需要信任，也需要你不再站在与时间对立的位置。当我开始信任节奏，我不再急着证明人生没有走错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离开自己，这条路就一直在前进。事情自然展开，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让它用自己的方式发生。你给自己的耐心正在累积奇迹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都已经开花结果之后才成立，而是在你还走在等待里，还看不见改变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得太慢的时候，就已经悄悄发生了。以前的我其实很不耐烦，不是对世界，而是对自己。只要事情没有进展，我就开始催；只要结果晚了一点，我就开始怀疑方向。我把耐心误解成拖延，把等待当成浪费。于是我不断逼自己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好像只要停下来，就会被人生淘汰。可那样的我，表面在前进，内在却一直处在拉扯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过自己时间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没有再责怪怎么还没好，而是对自己说，也许现在这样就是需要的。那份耐心一开始很陌生，甚至有点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不催促的话，事情会不会就此停住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当我不再一直催自己，内在开始稳定。当内在稳定，选择变得清楚。当选择清楚，行动自然对位。那些原本看似停滞的时刻，其实都在累积。累积理解，累积准备，累积一个不需要硬撑的自己。我才明白，奇迹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被耐心一点一点堆叠出来。每一次你没有急着否定自己，每一次你愿意再等一下，再走一步，再相信一次，那些看不见的累积，都在默默改变未来的走向。
耐心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深层的信任。信任此刻正在发生的，即使它还没有名字，也依然有意义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进度很慢，改变不明显，请不要急着下结论。你给自己的耐心不是白费的，它正在替你累积一个不需要奇迹降临，却会自然发生奇迹的人生。我不再追问时间，时间开始站在我这边。这个转变不是因为我突然不在乎结果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把时间当成敌人。以前的我很容易和时间对立，事情一慢，我就开始追问，回应一晚，心就开始计算。我不停在心里对时间说，为什么还没好？到底要多久？是不是太慢了？我以为这样是在把握人生，后来才发现，我其实是在消耗自己。因为每一次追问，都是一次不信任。不信任过程，不信任节奏，也不信任此刻的自己正在正确的位置上。我把所有焦虑都丢给时间承担，却忘了，时间从来不是用来催促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我承认，再怎么追问，也无法让该来的提早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再盯着进度，没有再计算落差，只是专心活在此刻能站稳的地方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松。因为当我不再追问时间，我不再把力量丢进未知的黑洞，我把注意力收回来，用在此刻能做好的事，用在照顾状态，用在让自己稳住。而很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做，事情反而开始动了。不是突然加速，而是一种刚刚好的衔接。该出现的机会出现，该结束的阶段自然落幕。那些曾经让我焦急的等待，再回头看时，全都有它的理由。我才明白，时间从来没有背叛我，它只是一直在等，等我不要再和它对抗。当我不再追问，时间不需要再防御；当我愿意相信，时间自然成为伙伴。它开始站在我这边，不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焦虑逼它交代。我终于懂了，真正的顺流，不是事情变快，而是心不再急。当心安静下来，时间就会找到最适合我的速度。我不再追问时间，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未来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离开自己，时间就不会离开我。你此刻的相信，正在替未来铺路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都已经确定之后才成立，而是在你还站在雾里，还没有看清方向，却选择没有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发生。很多人以为相信必须建立在把握之上，要看见路，要知道结果，要确定不会白走，才敢放心前进。可真正改变人生的相信，往往不是那种，它是在没有证据的时候，依然愿意留在当下，是在不确定的时候，没有急着否定自己。以前的我，总把相信用在未来，等事情好一点再相信，等状态稳一点再安心。可那样的等待，让现在一直空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把相信放回此刻，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成功，而是相信此刻的选择没有背离自己。那样的相信很安静，却很踏实，因为它不需要保证，只需要诚实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愿意在此刻相信，未来就不再是一片空白。每一个不急着否定的瞬间，每一个没有转身逃离的选择，都像是在地上悄悄铺了一块石头。当下看不出用途，回头却发现路已经成型。未来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是被一个又一个我愿意相信慢慢铺出来的。
你现在的相信，也许没有被任何人看见，也没有立刻换来结果，但它正在改变你站在世界面前的姿态。当你不再怀疑每一步，力量就不再被消耗；当你不再动摇自己，方向就开始稳定。而稳定本身就是一条路，所以请不要小看你此刻的相信。它不是天真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在混乱之中依然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勇气。你此刻的相信正在为未来铺路，不是铺给一个你必须抵达的终点，而是铺给一个你可以安心走过去的自己。我慢慢相信，走得慢也是一种对齐。这个相信不是在我看见成果之后才出现的，而是在我一次又一次被慢留下来，被迫停下来感受自己的时候，慢慢长出来的。以前的我很害怕慢，慢在我的世界里等同于落后、被超越、错过时机。只要脚步一放慢，内在就开始紧张，好像不赶快追上，人生就会把我丢下。于是我加快，即使身体疲惫、情绪混乱，也不允许自己慢。可那样的快，其实很散，因为我不是朝着一个中心前进，而是被焦虑推着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了。不是因为我不想走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再快下去，我就要离开自己了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没有责怪慢，我只是站在原地，感受自己的呼吸，听听内在的声音。就在那样的静里，我开始看见，原来慢是为了对齐。对齐感受，对齐节奏，对齐真正想走的方向。很多时候，不是我走得不够快，而是我走在还没对齐的位置上。而一旦对齐，速度自然会回来。那样的速度，不需要催促，也不需要证明。我才明白，走得慢不一定是阻碍，反而可能是正在校准方向的过程。当我慢慢相信这件事，内在不再拉扯，我不再拿别人的节奏惩罚自己，也不再用比较否定此刻。我开始尊重这个需要时间的我，而就在这份尊重里，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稳。不是因为我停下来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站在对的位置上。我慢慢相信，走得慢也是一种对齐。它不是退让，不是失败，而是一条不需要绕远路的路。我慢慢相信，走得慢也是一种对齐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安定下来，是在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把快看得太重要，把赶上看得太必要，把比别人不落后当成了一种生存方式，以至于我忘了，生命其实有它自己的节奏，有它自己的呼吸，有它自己的安排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自己走得太慢了，慢到好像没有进步，慢到像是在原地打转，慢到看不到任何明显的结果，慢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停滞，是不是不够努力，是不是没有天分，是不是永远也追不上我心里那个理想的版本。我看着别人前进的速度，忍不住焦虑；看着别人的成就，忍不住比较；看着别人的故事，忍不住觉得自己的日子太普通，太不起眼，太慢了。但我没有注意到，那些看似不动声色的时刻，那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的时间，那些以为自己停滞不前的日子，其实都是生命在暗中调整方向，都是宇宙在重新排列路线，都是我在为下一步默默累积力量，直到某一天，
我突然停下来，只是单纯的停下来，没有推自己，没有逼自己，没有再对自己喊快一点。在那个难得安静的片刻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慢里面藏着一种深深的对齐，对齐自己的节奏，对齐自己的能量，对齐自己的成熟度，对齐自己真正准备好的状态，对齐生命想带我去的方向。我才明白，走得慢并不是落后，而是我正在调频，正在让自己跟真正的道路同步。因为有些东西只能在慢里看懂，只能在慢里厘清，只能在慢里消化，只能在慢里成熟，只能在慢里长成一种内在不再被外界扰动的稳定。我开始看到慢让我更敏锐地感受自己的需要，慢让我不再把错误的方向走得太远，慢让我有时间辨识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，哪些只是被推着走的，慢让我在做决定时更靠近内在的真实，而不是外界的噪音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安心地慢下来，生活反而开始变顺，一些卡住的事情开始松动，一些一直拖延的决定开始自然浮现，一些我以为需要很久的改变，在我心沉下来之后，突然变得轻盈。我这才懂，原来宇宙一直在等我慢下来，等我不要再跑过自己的直觉，等我不要再超前自己的灵魂，等我用真正的频率，而不是焦虑的节奏，去走向我的未来。慢，不是阻碍，慢，是智慧，慢，是准备，慢，是对齐。当我慢慢相信，走得慢也是一种对齐，我就不再为了速度放弃自己的感受，不再为了符合世界的节奏失去自己的步伐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走的是真实的，走的是对齐的，走的是忠于自己的，那就不会太慢。宇宙永远会在我准备好的那一刻打开那扇门，而我也会恰好在门前，刚刚好的抵达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